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大梦归离直接首播3集，热度登顶。这剧会成为下一个爆款吗？大梦归离乃是一部自开拍之时便备受众人殷切期待的电视剧，由郭敬明担任导演。从构图以及摄影等诸多方面都能够明晰地显现出他的用心之处，整体的拍摄风格展现得极为高端典雅。在电视剧的选角这一方面，陈都灵和侯明昊的颜值同样也极为让人感到安心。在历经长达1年之久的殷切期盼之后，大梦归离于昨日正式开启上线之旅了，不禁要发出一声感慨。那沉寂许久的古偶市场即将要掀起波澜啦！首播仅只有3集，着实令人觉得不太够去观看呀。古偶剧呀，观众所着重观看的便是那俊男静女呢。只要颜值极其出众 ，CP 十分好磕，就会拥有极为庞大的市场。然而今年的古偶剧市场宛如一潭死水般，众多剧集的播出状况并未如所预期那般理想，唯一称得上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古装偶像剧，就仅唯有赵丽颖领衔主演的《与凤航》罢了。在去年那几部取得极大成功的爆款剧《苍兰诀》《星汉灿烂》的影响之下，资本纷纷将目光聚焦到了古偶领域。然而伴随投资的增加，却并未涌现出更多高质量的电视剧，反倒愈发走向了堕落的境地。着实想要说上一番话，那些由资本家所孕育出来的丑恶产物，就不要再去玷污观众的视野了。在这样的影视剧大环境之下，大梦归离着实让人眼前一亮。首先谈及女主陈都灵，她具备着一种清冷且柔弱无辜的长相，与古偶的契合度极高。自《长月烬明》这部作品问世以来，陈都灵的颜值以及演技一直都处于极为稳定的状态之中。于这世间之中，并无任何一人能够胜过我自己，值得我给予深切的爱意。这一句仿若清醒女主般的话语，竟然致使原本脸谱化的恶毒女配仿若拥有了生机。凭借着那个心如蛇蝎淡面容，仿若观音般的叶冰裳这一角色，致使她赢得了大批粉丝。除了角色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独特魅力之外，陈都灵的颜值也是一个吸引粉丝的极为重要的缘由，并且她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其他演员所没有的书卷之韵味。在电视剧《大梦归离》开篇呈现之际，就令人忍不住直呼其美，宛如古代那清冷的绝美女子从画中走出来一般。尤其是在与剧中其他角色相比较之际，越发彰显出了她的美。张淼仪的小兔子妆造从其本质上来看极为可爱，并且极为契合角色的设定。然而在古装剧中，此种网红妆容便显得极为过分的俗气艳丽了。相较于此而言，那清冷出尘的气质相较于浓妆艳抹，着实让人觉得舒服得多。陈都灵在剧中扮演的文萧大人，既清冷又言辞犀利，极具人格上的独特魅力。在观看了3集之后，这亦是小编最为钟情的角色。男主角乃是由侯明昊来饰演的，他所扮演的角色设定为武力值极高的大妖。仅从颜值这一方面而言，侯明昊的面庞在娱乐圈里那也是能够位列前茅，极为帅气出众的，并且其长相极为端正，在他过往的古装剧中根本不存在称得上难看的造型。即便仅是王野道长那最为简约的道袍，以及他那长长的头发，亦是极为迷人的。然而侯明昊的帅气极具极为强烈的少年气息，无论是玲珑天耀也好，亦或是百里东君也罢，皆能够极其显著地察觉到他少年时期的意气风发。在这部剧中，为了与角色相契合，妆造方面只能尽量朝着成熟的方向进行打造。当然最终展现出来的效果是帅气的，但并未超越他以往那些角色。并且鉴于近期他参与花少六而频频引发争议，因此也招致了大量黑粉的聚集。
他过往的采访和发言皆被网友们挖掘出来，逐一予以审视评判。倘若沉浸于剧情之中，那么侯明昊所演绎的百妖之首朱燕，无论是从颜值这一方面而言，还是从人设这一方面来讲，都极其值得让人停下脚步去予以欣赏。另外2位主要角色由程潇和田嘉瑞进行演绎，并且他们所饰演的角色均未具有侠气风范的设定。尤其是程潇，相较于之前的造型而言，这个妆造对于他来说是最为适宜的。他在剧中初次与文潇相见之时，便涌起了一种拉扯般的感觉。当女主倾倒在他的怀中之际，那画面简直极为美妙绝伦呀！诚然，郭敬明在对同性之间对手戏进行拍摄之际，的确具备一些独特之处。除此之外，还有彭小苒、古力娜扎等一众非常美丽的女子友情参与出演。这般的剧作配置，简直堪称是颜狗的乐园呀！即便剧情极为不佳，仅仅凭借着看脸这一点，那也是能够支撑着持续观看下去的。《大梦归离》这部电视剧所处的整体大环境，处于一个玄幻的世界当中。就带有玄幻色彩的剧集来讲，特效着实是极为关键且重要的。电视剧《长相思》之中的特效，堪称是备受诟病的典型代表。比如说香柳从水龙头处取心头血的这一片段，那血柱的展现显得过于生硬了。不但未能使人体会到他彼时的悲痛之感，反倒将这悲痛的剧情给破坏掉了。看到这般特效，观众简直都快要抑制不住笑出声来了。《大梦归离》在特效的运用上着实极为值得给予肯定，能够清晰地看出资金都投入到了该用的地方。电视剧故事的主线乃是主角团几人携手一同展开捉妖之旅的故事。或许编剧已然察觉到观众已然对类似的情节产生了厌烦之情，在剧情上并未仅仅局限于男女主二者之间的爱情纠葛，反倒把目光聚焦于群像之上，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展现出独特的个性以及属于个人的故事。从《仙剑奇侠传3》一路延展至莲花楼，而后到少年歌行，这当中群像所具备的魅力，皆拥有着极为强大的感染力。当观看到电视剧的第3集之时，在主线开启之后，便能极为明显地察觉到剧情变得精彩起来了。后续以单元句式展开的剧情发展，同样也是后续吸引人们能够持续追看下去的关键要素。期望可以看到后续的故事，并且亦期望后续的剧情能够给众人带来更为丰富的惊喜。除了电视剧本身的质量极其精良且过硬之外，剧的宣传力度对于其播出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大梦归离》于宣传方面，着实能够体现出主创团队对流量的把控。在电视剧首播之时，存在众多极具影响力的大流量明星前来开展宣传工作。比如说，鞠婧祎、虞书欣还有卢玉晓等人都发布微博去庆贺这部剧的播出。凭借着这些因素的助力，从而致使在首播当晚，热度便达到了登顶的状态。随着热度的提升，针对该剧的吐槽之声也颇为不少。语速过缓，令诸多网友针对该电视剧提出意见，认为主角团在故弄玄虚。这些极为适宜且客观的看法，的确是已播出的这3集电视剧切实存在着的问题。然而只要能够持续看下去，慢慢的也就能够适应电视剧的节奏了。从《大梦归离》首播所呈现出的成绩来看，其播出的数据着实相当可观。后续能否持续保持稳定且更上一层楼，最为关键的要素依旧在于后续的剧情是否具备更为具有吸引力的闪光点。